Briefing 1 1918年，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记录下了一例不同寻常的流感病例。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病例的记录，而是一个世界性灾难的开始。这场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迅速蔓延至全球各个角落，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它不分国界、种族和社会地位，无情地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这场流行病展示了病毒的威力，以及公共卫生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它教会了人类许多宝贵的教训，对今天的医疗卫生体系和疾病预防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iefing 2在1923年，胡适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文化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倡议，大力提倡研究国学。在一个急需文化自信和精神复兴的时代，他的呼吁如同一股清流，激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文献的重新评价和研究。胡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审视国学，推动了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转型。他的努力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胡适的倡议被视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Briefing 4 1933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之中，民众急需希望和改变。这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开启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篇章。罗斯福总统不仅是在困难时期带领美国人民寻找出路的领导者，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4届的总统。他推行的新政系列改革，旨在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并加强联邦政府的作用。罗斯福的领导力和政策不仅成功地将美国引导出了经济危机，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政策和政府职能。他的贡献使他成为美国最受尊敬和记忆犹新的总统之一。Briefing 4 1943年，在太平洋的广阔海域上，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展开了。这是俾斯麦海战，一场关键的冲突，以日本运输舰队的全面覆灭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海军战术和策略的较量，更是意志和勇气的试炼。盟军通过精密的计划和无畏的执行，成功地切断了日本的补给线，对敌方造成了重大打击。这一胜利不仅加速了太平洋战场的转变，也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俾斯麦海战成为了第2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展现了联合作战和军事智慧的力量。Briefing 5在2006年的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被提出，标志着国家道德和精神文化建设的新方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政协的分组讨论中首次提出了八荣八耻的论述。这一概念迅速成为引导中国社会风尚和公民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八荣即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荣。八耻则是以危害祖国、忘恩负义、庸俗追求、浪费资源、自私自利、欺诈拜金、违法乱纪、粗俗之举为耻。这些原则不仅为公民个人行为提供了指导，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中国在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目标。建古至今，看他们是如何忽悠人民的。我用他们而不用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是人。Briefing 6 2012年，俄罗斯迎来了其总统大选的重要时刻。这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这不仅标志着普京个人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更象征着俄罗斯政治稳定与连续性的展现。普京的连任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内部挑战中获得的胜利，反映了他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广泛支持和信任。这次选举不仅加强了普京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普京连任总统，开启了俄罗斯新的政治和发展篇章。历史证明，他是个战争贩子。普京上台是全世界的灾难。Briefing 7 1861年，俄罗斯帝国迎来了划时代的一刻。在这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勇敢地签署了农奴解放宣言，正式宣告废除了在俄罗斯长期实行的农奴制。这一勇敢的决定
不仅结束了农奴们长期以来的苦难和束缚，也为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和进步打开了新的大门。农奴解放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俄罗斯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促进了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理念。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千万农奴的命运，也影响了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发展轨迹。Briefing 8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苏维埃俄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出路。这一年，他与同盟国签署了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条约，标志着俄国彻底退出了这场全球性的冲突。这一决定虽然为俄国带来了和平，却也是以巨大的领土和经济代价为代价的。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条约不仅结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角色，也开启了国内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这份条约成为了俄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它的签署既是战争结束的象征，也是新的国家挑战的开始。Briefing 9公元184年，汉朝末年，天下大乱，一个名叫张角的人，自称天公将军，提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宣称旧的秩序已经崩溃，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张角以此口号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名为黄巾之乱的起义。这场起义象征着对腐败统治的反抗，它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序幕。张角的呼声如同一道惊雷，唤醒了无数心怀不满的百姓，他们纷纷响应，希望通过这场斗争，能够迎来一个更加公正和美好的时代。Today's topic 在一个风起云涌的2009年，国际刑事法院 ICC 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决定，正式发出对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的逮捕令，控告他涉嫌犯下包括种族清洗、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内的多项重罪。这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首次对一位现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热议。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普通的早晨醒来，打开新闻，突然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正被全球最高法院通缉。这不仅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巴希尔这个名字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但他的故事却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巨大的波澜。苏丹这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但同时也饱受冲突和动荡的困扰。巴希尔的统治期间，苏丹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包括长期的内战、深刻的人道危机以及达尔富尔地区的悲剧。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将巴希尔与这些罪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位领导人以及他对苏丹乃至全球的影响。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充满了政治斗争、道德挑战和法律的力量。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罪行，更是关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极端不公正和暴行的大考。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仅会深入探讨巴希尔的行为及其后果，还会揭示国际法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正义，以及这一切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会看到法律和正义的力量是如何尝试跨越国界、文化和政治差异，来追究那些在权力的掩护下犯下重罪的人。这个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争议，但它也展示了人类追求公正的不懈努力和希望。那么，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个视频，深入了解奥马尔·巴希尔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改变了国际刑事法院和全球对正义的看法。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公之于众，世界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了苏丹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奥马尔·巴希尔的命运似乎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场悬念重重的剧本，而对于苏丹的民众来说，这一刻既是长久苦难的集结号，也是对未来可能迎来转机的微妙期待。逮捕令的发布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一纸文书，它更像是一颗投向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波澜壮阔的涟漪。一方面，它受到了人权组织和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持和赞扬，被视为国际社会对抗暴政、保护人权的坚定立场。人们在街头欢呼，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对正义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巴希尔的支持者和一些国家视此举为对苏丹主权的侵犯，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内政的又一例证。苏丹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正义与权力、主权与国际法律的较量。
巴希尔并没有立即被捕，他还在苏丹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访问，好像在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的决议。这不仅展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执行国际法律的困难。每一次巴希尔的出现，都像是在问世界一个问题：正义的天平最终会倾向于哪一方？同时，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对国际刑事法院角色和影响力的深刻反思。有人质疑，为何只有非洲的领导人频繁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国际法律体系存在偏见？这样的质疑和辩论，让国际社会对正义的追求变得更加复杂，但也更加必要。此外，巴希尔案件对苏丹民众的心理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直接受到苏丹冲突影响的人们来说，逮捕令是一个希望的象征，是长期苦难可能终结的预兆。他们渴望正义，渴望和平，渴望一个不再被独裁和暴力主宰的未来。然而，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正义的道路从未是一帆风顺。故事的结尾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结局。直到今天，巴希尔的命运和苏丹的未来仍充满了变数。但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正义虽然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它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每一个关心人权和正义的人不断斗争的见证。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经历了各种情绪的波动，从愤怒到希望，从失望到坚持。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总统和一个国家的故事，更是关于人类对正义不懈追求的故事。尽管路途遥远，但只要我们继续前行，光明终将在前方等待。